当你看到新闻，新加坡政府宣布向全球防疫组织拨款1200万美元时，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现在消费税涨到了 9%， 日常开销这么高，这笔钱花得有点冤？最近，世卫组织因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扩散，正式拉响了全球警报。很多人可能会想，非洲离我们10万8千里，新加坡为什么要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自掏腰包去填这个坑？其实，这1200万美元，折合大概1620万新元，根本不是什么大爱无疆的无偿援助，而是新加坡为了保住樟宜机场这个全球航空枢纽，提前买下的一份国家级保险。今天我们就来客观梳理一下，这笔看似遥远的拨款背后，藏着怎样的小国生存智慧。要理解这笔钱花的值不值，我们得先看看眼前的现实。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刚果金已经出现了数百例疑似病例和大量的死亡病例。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冰山一角，但对于新加坡来说，警报已经拉响了。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樟宜机场每天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万名旅客。埃博拉病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有长达21天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可能在非洲感染了病毒，顺利通过了当地的机场安检，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来到新加坡，甚至在乌节路逛了一圈，依然没有任何发烧症状。传统的红外线测温仪对潜伏期毫无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立刻启动了全国性监测，涵盖了所有机场、港口和陆路口岸的健康申报机制。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几年的经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就是开放。如果因为边境漏掉了一个病例，导致本地出现感染群，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航班熔断，跨国公司高管不敢来开会，国际会议被迫取消。所以，新加坡的防疫逻辑非常实在，我们不是单纯在防病毒，而是在防范全球枢纽的信任崩塌。一旦商业信誉受损，外资撤离，损失的绝对不止1620万新元，而是以100亿计算的经济倒退。到那时，影响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饭碗。既然传统的边境防守有漏洞，那主动出击就是唯一的选择。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王以康部长宣布拨给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也就是 CEPI 的这1200万美元，到底买到了什么？答案是3个字：买时间。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王部长重点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100天任务目标。这是目前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北极星指标，意思是说，在发现新病原体后的100天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大家要知道，在几年前，研发一款疫苗通常需要5到10年。100天，这是一个极度烧钱且需要全球顶尖科学家协作的疯狂目标。新加坡作为一个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小国，国内市场太小，完全靠自己闭门造车去研发所有未知病毒的疫苗，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不现实。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借力。这1200万美元，本质上就是新加坡向全球最顶级的疫苗研发组织投下的一笔风险投资。大家回想一下，新冠初期，全球抢口罩、抢疫苗的惨烈局面，没有核心技术和早期投资的国家，只能被动等待。而新加坡通过这笔前置投资，实际上是在锁定未来的供应链安全。这笔钱买来的是席位，是话语权，更是生命通道。通过成为 CEPI 的重要合作伙伴，新加坡确保了，如果明天有一种比埃博拉更可怕的未知疾病爆发，当全球都在疯抢疫苗的时候，新加坡因为早早在这个研发网络里占了股，出了钱，共享了数据，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拿到疫苗的配方或者成品分配权。与其说这是捐款，不如说这是新加坡政府在用真金白银为全岛居民和跨国企业买下一张优先避险的 VIP 门票。这也意味着，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的社会不用长时间停摆，经济命脉能最快恢复运转。光出钱还不够，真正让新加坡在国际上拥有不可替代性的是硬核的科技输出。这次埃博拉疫情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新加坡国立大学杜克医学院，也就是 Duke NUS， 其实早就研发出了一种快速出血热病毒检测技术。这项技术牛在哪里？它不仅能快速识别埃博拉，
还能检测其他多种出血热病毒。更关键的是，这项由新加坡主导研发的技术，目前已经在全球90多个国家投入使用。你想想这个逻辑，我们在非洲、在南美、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推广这种快速检测包，表面上看是在帮助别人，但实际上这是在把新加坡的生物安全防线直接推到了90多个国家的国门之外。只要病毒在当地被尽早查出来，它被带上飞往樟宜机场航班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这就叫御敌于国门之外。除此之外，新加坡还承办了 GISAID 全球数据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它是全球追踪病毒变异最权威的实时数据共享平台。不管世界哪个角落出现了新的病毒变异株，数据都会第一时间汇总到这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遥远，但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些前置的科技防线，任何一个微小的病毒变异都可能直接冲击我们的日常生活，导致物价飞涨、物流中断。作为一个小国，我们没有广袤的战略纵深可以退守，我们的战略纵深就是全球互联。当我们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数据和检测技术的关键节点时，保护新加坡的安全，就成了保护全球供应链和信息链的安全。这种把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深度绑定的做法，才是真正高级的生存智慧。当世界离不开新加坡提供的数据和技术支持时，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多了一层最坚固的无形铠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看懂了这笔账。1620万新元的拨款，换来的是全球顶尖疫苗的优先获取权，是樟宜机场作为国际枢纽的商业信誉，更是把防线推到海外的主动权。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小国没有资格单打独斗，也没有资本去赌运气。主动出击，深度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才是最实在的自我保护。下一次，当我们看到新闻里政府又向某个国际组织拨款时，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这其实是我们在为未来的安稳生活提前买单。你认同新加坡这种花小钱挡大灾的全球防疫战略吗？或者你觉得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应该如何更好的平衡？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看法。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客观实在的梳理，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热点追踪，不见不散。